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这不《蚁人2》马上就要上映了吗？偏偏准备做个观前指南，跟大家好好聊聊复联遗孤蚁人和他的小伙伴们，以及女朋友老丈人、丈母娘等等。之前的蚁人第1部偏偏已经做过解说视频了，没看过的可以去补一下。话不多说，咱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大家都知道，由保罗·路德饰演的斯科特是2代蚁人，初代蚁人是斯科特的老丈人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汉克·皮姆博士。他发现了一种能够把人变大、变小、变漂亮的微型原子，皮姆非常自恋的称它为皮姆粒子，再加上自己是个学霸，在昆虫学领域颇有建树，于是皮姆博士就鼓捣出了戴上后可以自由缩小并且能和蚂蚁沟通的电子头盔。初代蚁人正式登场。按照漫威爸爸的国际惯例，刚出场的超级英雄应该先介绍人物背景，所以按理说蚁人应该要讲述初代蚁人的故事才对。但因为皮姆汉克的黑料实在是太多，又是精神分裂出了个黄山侠，又是家暴自己的老婆珍妮特，呸，臭渣男，所以电影版的主角改成了2代蚁人斯科特朗。就好像清华北大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一样，斯科特空有电气工程学硕士学历，依然要为了养家糊口当起了小偷。在蹲局子前，他已经和前妻离婚，出狱后只想给女儿爱的供养。因为道有道的品格和敏捷的身手，被皮姆博士一眼相中，成为了2代蚁人。斯科特不仅学到了皮姆的技能，还泡到了皮姆的女儿霍普·凡戴恩。在漫画里，他的全名叫霍普·皮姆，但在电影中改成了随母姓。在蚁人的彩蛋里，霍普获得了黄蜂女战衣，在蚁人2中正式作为2代黄蜂女亮相，而初代黄蜂女就是霍普他妈珍妮特·凡戴恩。虽然初代黄蜂女在蚁人里只出场了几分钟，但在江湖上一直有她的传说。之前和皮姆做任务时，为了阻止导弹爆炸，决定无限缩小到亚原子级。据皮姆博士说，进入亚原子世界后，周围的时间空间都变得毫无意义。斯科特在第1部的时候，为了消灭反派黄山侠，也进入了亚原子世界。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一个带有翅膀的人物剪影，这很可能就是同样掉入亚原子世界的初代黄蜂女珍妮特。最后，斯科特把让身体变大的蓝盘装进调节器，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所以目测在蚁人2里，皮姆博士会根据斯科特的成功经验，继续研究量子力学，主要的演出任务就是去亚原子世界救出老婆珍妮特。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知道，在漫画里，珍妮特不但是初代黄蜂女，还和初代蚁人皮姆一样，都是初代复仇者联盟的创始成员，连复仇者这个名字都是他起的。在电影《美国队长3》中，钢铁侠和美队就是否要被政府收编问题产生分歧，最终引发了超级英雄的内战。蚁人经猎鹰介绍加入了美队一方，并且在战斗中大显身手。后来内战结束，蚁人和鹰眼都因为有家有口而被政府软禁，因此没有在复联3中登场。要不然灭霸拿到宝石能不能放进手套里还真不好说，开个玩笑哈。下面偏偏就着蚁人2的预告片和大家大致推测一下剧情。蚁人被囚禁在了家里，半路被皮姆博士叫出去拯救世界，并把女儿霍普派给斯科特当搭档。第2代黄蜂女正式登场，皮姆博士在量子领域的研究获得更大突破，引来了反派幽灵的垂涎。至于幽灵想拿皮姆博士的研究成果干啥，在预告片里还看不出来。于是黄蜂女和蚁人并肩作战，利用变大变小之术成功维护了社会治安。这一集的大反派幽灵在漫画里是钢铁侠的死对头，现在写成了蚁人系列的反派。这种互换反派的操作在漫威电影里并不少见。漫画里奥创是皮姆博士创造的，到了电影复联2中就成了钢铁侠和绿巨人联合出品了。在漫画里，幽灵的大名叫约翰·莫利，是个天才理工男，擅长黑科技术。因为对金钱的渴望，亲手给自己制造了一套隐形装备。果然没有点智商是不可能在超级英雄电影里混下去的。在电影里，幽灵成了女性。从预告片来看，幽灵不但可以隐形，还可以穿墙。复联3里有一半英雄化为灰烬。根据网上不慎泄露的复联4片场照来看，背景像是复联1的纽约大战，美队再次穿回了初代战服，钢铁侠的明显老了许多，而和大家同框的蚁人从外貌上并没有太多变化，所以他们3人可能并不属于同一个时空。美队属于过去，蚁人代表现在，钢铁侠则来自未来。复联3里，奇异博士不惜用时间宝石去换钢铁侠的命，说明钢铁侠在复联4里注定是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最终大 boss 很可能另有其人，但超级英雄们的首要任务肯定是消灭自主精灭霸，唯一能够干掉他的方式就是再次集齐6颗无限宝石。从目前的分析来看，来自未来的钢铁侠穿越到不同时空集宝石，至于如何穿越就需要蚁人提供的技术支持了。所以能够忽略时间和空间的亚原子世界就是穿越的关键。还有一点可以证实这是一盘穿越棋，在复联4里，蚁人女儿的扮演者已经从小朋友换成了青年演员，蚁人脸上明明还没褶子，女儿怎么就长这么大了？似乎只有穿越能够解释了。不过这都是偏偏有理有据与瞎猜的，也很可能我们看到的片场照都是假的，毕竟漫威爸爸可是为了防止剧透特地拍过假预告片的。而且要是全都被观众猜到了，复联4还拍个屁啊，对吧？总而言之，蚁人和黄蜂女这类学霸必然会成为复联4中的主力。蚁人2作为漫威宇宙在复联3之后的第1部电影，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漫威迷必看之作，哪怕是路人也可以当成一部爆米花电影娱乐一下，只需要补一下蚁人第1部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关于蚁人台前幕后的故事就科普到这里吧，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